一个月挣16万，居然是个彻头彻尾的穷人，你信吗？最近一篇网贴火遍全网，一个香港家庭自曝月入高达16万港币，却说自己活得极其拮据，濒临破产边缘。这绝不是矫情，也不是在炫富，而是狠狠地撕开了中产返贫那道血淋淋的伤疤。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极端的案例，把所谓的中产生活扒开揉碎了看，到底是什么让你明明拿着高薪，却越过越穷？那些光鲜亮丽的标配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榨干你的钱包和未来的？我们先还原那篇帖子的财务清单。这位网友声称两公婆每人月入8万，家庭月收入稳稳16万，听起来是不是很风光？可再看他们每个月的固定支出，你就笑不出来了。每个月供楼要花掉5万块，双方家里的4位老人每个月的养老和生活补贴要3万多，家里小孩就读国际幼儿园，外加五花八门的兴趣班，这又要烧掉3万多。家里养着2部欧洲车，油费、保险、停车费、保养费加起来妥妥的2万块没了。仅仅这几项硬骨头，13、14万的现金就瞬间蒸发，余下的那点钱要应付保险、旅行、社交、买衣服，结果就是月月光，甚至入不敷出。那位贴主自己哭诉说，这辈子最大的骗局就是听人劝买了那套房子，那可是签了30年卖身契，把自己卖给了银行的房贷，每天睁开眼就欠着银行一屁股债，不敢辞职，不敢换赛道，动弹不得。他甚至坦白，只要夫妻任何一方失业超过3个月，整个家庭的资金链就会立刻断裂，直接掉进破产的深渊。这篇帖子一出，很多人都怀疑他在吹水，在夸大其词。坦白讲，这组数据里确实有刻意创作的痕迹，可能把某些数字夸张了，但哪怕挤掉一半的水分，它依然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了当下许多高收入人群的真实病灶。两个人都月入8万，这绝对不是普通打工仔，在大公司里最少也是资深经理或是顶级的专业人士。按理说，这种智商和阅历的人肯定会自己算一笔账。如果稍微有一点理财常识，月入15万的家庭怎么会过得像走钢丝？所以大家怀疑他编故事是合理的。但正因为它是一个高度提炼的话题模型，才更值得我们讨论。这个模型恰恰说明了一个扎心的真相，很多名义上的中产其实脆弱的不堪一击。你觉得什么是中产？很多人以为只要收入跨过某条线，或者资产超过某个数字，就是中产了。在经济学家那里定义五花八门，按收入算，香港一个家庭月入最少要6位数，也就是10万以上。按资产净值算，那更得至少要有800万港币以上的身家。甚至有人统计，每10个香港人里才有一个资产能超过100万美元。可问题来了，就算你达到了这些数字，为什么你还是觉得日子紧巴巴的，甚至随时觉得自己要滑入底层？因为大家口里的中产早就被偷换了概念，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收入水平或资产净值，而是慢慢变成了一整套中产专属的生活方式。正是这套被商家和社会合谋打造出来的生活标准，把无数本应宽裕的人活生生榨干，推向了返贫的深渊。这套中产生活方式的套餐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住你不能住老城区，也不能住偏远地段，你得住在市区核心地段的新式楼盘里，最少也得是2房或3房，楼下要有那种带泳池和健身房的豪华会所，家里必须要请外籍佣人帮你处理所有的家务，这是最基本的体面。行，你是中产，总不能去挤地铁或者开一台平价的家用轿车，那是穷人的标配。你的座驾最差也得是欧洲进口车，特斯拉那只是勉强够得着门槛的行政人员，标配教育才是最大的吞金兽。你怎么能让小孩去读那种免学费的公立学校或者街坊里的小学堂？在很多中产父母眼里，那是穷人家孩子才去的地方。你得送去国际学校，必须要有全英文的学习环境，课余时间一定要请私教学俄语、打网球、学编程，甚至学马术，统统都要1对1私教。消费方面，你隔三差五不能去挤大众商场，你得去私人会所，得有专门的品酒师。伺候这一整套标准清单拉下来，我发现它背后藏着3个致命的设计逻辑。第一，它通过巨额的固定开支彻底锁死了你的现金流。第二，它把外在所有的面子、光环、虚荣心拉满到了极致。第三，它让你家庭的应急储蓄率无限接近于0。当一对月入16万的高收入夫妇掉进了这个局，他们的钱大部分都变成了雷打不动的固定支出，他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作为中产最核心的优势，那就是抵御风险的能力。这对夫妇虽然名义上叫高净值中产，可实际上的财务结构可能还不如一个月入稳定，手里握着50万流动现金的普通工薪阶层抗风险能力强。一旦大浪打来，真正手握现金的基层可能安然无恙。
而这些高杠杆、高支出的假中产瞬间就是灭顶之灾。遇到经济不景气，房地产下行公司裁员立马就会被打入底层，背上巨债，完全无法翻身。尽管我判断帖子的具体数字有水分，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沙盘推演。我们来一起给这对夫妇的财务动一场大手术，看看一个真正健康、有安全感的中产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第一步是把所有开支暴力拆解成3个范畴：必要开支、次要开支以及纯粹的作死性非必要开支。在必要开支里，住房是大头，他们夫妻收入确实高，但如果害怕裁员等10年一遇的风险，就必须先把那个最坑人的话题解决掉。既然他们80%是前些年楼市高峰期买的房，那套房子的估值很可能接近1000万。如果把那套高杠杆的房子卖掉，搬去租一个条件差不多，月租大概3到4万的房子，这会立刻释放出巨量的现金流。因为卖房后，原本每月5万块的供楼款瞬间消失。不仅如此，卖房套现的那笔1000万级现金，哪怕只是安安稳稳的做点定存，也能产生每个月几千块的利息。同时，原本由业主承担的差餉、地租、维修费也全都转嫁了出去，摆脱了房贷月供，手里多了一大笔现金。那种财务上的安全感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再看给长辈的养老钱，帖子里说双方父母总共要3万多，听起来多，但其实根本没得减。如果真是4位老人都健在，而且完全没有退休金和资产，要靠后辈供养，那一个月3万块在如今的物价下真不算多。人到70多岁，那个年纪的医疗保险贵得吓人，要买一份真正有全面保障的医疗险，2个人起码要花1万5一个月，哪怕买最基础款的4个人加起来，光是保险费可能就要2、3万。再象征性给点零用钱，每个月总共2万多的养老开支，真的找不出多余的水分。所以说，如果上一代人完全没有经济能力，那这一代人的担子会非常沉重。接下来就到了可以有巨大优化空间的次要开支，也就是孩子的教育贴主家里读国际幼儿园和兴趣班花掉3万多，这完全是被那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给绑架了。父母的陪伴远比盲目砸钱重要，去读国际学校1年几十万的烧钱，就算烧到大学，这真是一条没有上限的路。我很务实的讲，与其花那么多钱去赌一个小概率的教育回报，不如大大方方把一部分钱拿去投资，比如给小朋友每个月定投指数基金，等他长大的时候，那份资产说不定已经帮他攒下了1000万身家，读本地优质的直资学校，每个月学杂费可能只要几千块，兴趣班根本不需要报10样8样，选1、2样孩子真心喜欢的，专注于情绪训练和健康身心，一个月几千块完全足够。这样一来，教育开支每个月可以轻松省下2万块。最后看看那块完全没必要的虚荣性开支，夫妻2人养2部欧洲车，连杂费每月要烧2万，这100%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香港的公共交通极其发达，一家3口养2部车，这除了浪费钱就是浪费时间。如果大方承认自己是高收入，但并非大富豪，果断卖掉1部甚至2部车，改成地铁和的士，每个月至少能省下1万5到2万块。这3笔账算下来，住房优化省下现金流，教育砍掉多余焦虑，卖车卸下虚荣包袱，这对夫妇每个月的硬性固定开支完全可以从13万降到6、7万。这样做不再是为了面子去硬撑，而是手里真正留下了余钱，照顾好了长辈，住着舒适的房子，孩子也依然有快乐的童年。更重要的一步是要立刻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去建立一个坚固的防洪堤。首先要尽快存出24个月的家庭生活备用金，大约180万，存在银行做短期定存，这笔钱就是雷打不动的保命底牌。然后每个月还有余钱，就去买那些最笨最稳的资产，比如标普500指数基金或者黄金，用最朴素的方法慢慢累积财富，直到这一刻，你才真正从一个外表光鲜的高收入消耗者蜕变成为一个拥有抗风险能力的真正中产。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当你开着一辆载重9800磅的卡车通过一座标明载重1万吨的桥时，你应该毫不犹豫地走开，去开另一座标明载重15000磅的桥。这个道理很简单，永远不要让自己的能力去挑战极限。查理芒格也反复告诫，总有一些东西会去考验你的极限，我们宁可不要这种考验。这对夫妇的危机就是被那个所谓的中产生活标准给绑架了。明明月入10多万，本来可以过得非常滋润，偏偏要事事冲大头，样样都攀比，最终把财务结构搞得像积木搭起的危房，一推就倒。如果你也正处于这样的局面，请务必重新审视自己的每一笔开销，
别让虚伪的面子和消费主义的陷阱偷走你人生最宝贵的安全感。你现在的财务状况是真正坚实的中产，还是正在返贫的悬崖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觉得这个剖析对你有用，还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把这条内容转发给身边每一个正在奋斗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